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外交部长赴欧洲之前呢，会见了美国大使。美国能处理好双边关系的敏感问题吗？新闻社报道呢，5月8号，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。秦刚再次强调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，并且对美国进行了警告。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任以后，因为多次发表不恰当的言论而被中国外交部门冷落。他上任1年多，见不到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，也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。这一次，秦刚部长在赴欧洲访问之前会见一下伯恩斯，既算是给他面子，也是有话要他向美国政府转达。两人会面的过程呢，一共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中美两国之间呢，当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，需要交流。作为驻华大使，好不容易有机会见到了中国的外交部长，30分钟的时间怎么够呢？而这30分钟呢，还主要是秦外长在讲话。看来呀，中方也没打算听美国人那些言而无信的废话。其实呢，中美之间现在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。在台湾问题上，美国应该立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，立刻停止对台独分子的暗中明里的支持。在南海问题上，美国应该立刻停止对南海周边国家的挑拨、怂恿和拱火。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，美国应该立刻停止对中国的打压和技术限制，恢复自由贸易。在乌克兰问题上，美国需要立刻停止对中国的无理指责，并且支持中国所推动的乌克兰和平进程。当然，美国还需要立刻停止对中国进口产品施加的惩罚性关税，恢复中美贸易的正常化。所有这些问题，中国都是理直气壮的，所提出的要求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但是，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对这些问题有诚意的回答，反而是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对华制裁和封锁。在国会和白宫之间，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，都是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反华立场的强硬。美国执政集团如果不能拿出一个恰当的态度来，或者是提出一些可以接受的交换条件，那中美外交部门之间确实也没什么可谈的。我们中国呢有句俗话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与美国无法合作不相往来，并不会窒息中国的外交。秦刚部长胆壮的会见了伯恩斯之后，就立刻前往欧洲开展乌克兰和平的斡旋工作。而2023年的元旦之后，中国就迎来了多位外国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密集的访问，属于中国的外交新时代正在逐步的打开。而现在的美国对外因为疯狂反华反俄、收割世界、祸害全球而深陷空前孤立之境，其内部经济、金融和债务问题针对，政治争斗越来越激烈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刚刚被法院判决性侵犯罪成立，要向原告赔款500万美元。特朗普坚决否认，指责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耻辱。而美国的民众呢，已经被两党的政治争斗分裂成了很多的群体，准备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厮杀一番，在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八旬老翁之间选择一个来当大统领。当然了，北轴之虫死而不僵。美国虽然内外交困，而目前呢还不至于立刻就会灭亡，但是它的衰退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了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无论是中国的发展还是世界的发展，都在逐步的摆脱美国的制约。所以中美之间谈不谈得出什么东西来无所谓，我们大可不必担心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